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恩德老师。今天要来跟各位谈谈怎么下围棋。那我们首先介绍我们围棋的棋盘。那围棋的棋盘呢，正式棋盘，就是像我们这个图一样，是19路乘以19路的一个棋盘。那当然，如果要初学者要使用的话，也有一种9路还有13路的棋盘可以使用。好，那围棋要怎么下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围棋是黑先白后，意思就是黑棋先走，白棋后走，然后一人走一步，轮流走子。比如说黑棋呢，下第一步的话，那下第一步的话，这个围棋要下在什么呢？棋盘上直线还有横线的交叉点。那白棋也是一样，下一个地方，直线和横线的交叉点。那围棋下在棋盘上呢，它是落地生根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下在棋盘上，它就没有办法移动了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生存的话，要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需要生命3要素，就是食物，还有水，还有空气。那么这个棋子呢，它走在棋盘上，它也需要空气。那棋子呢是用什么去吸收空气呢？它是用吸管。比如说我现在这颗黑棋，它的旁边呢有4条线，这个就是它的吸管。好，像这颗黑子呢，它周围有4条线，周围有4条线。它就是利用这4根吸管，在棋盘上吸取空气，这颗黑子才会活。那如果没有空气的话，这颗黑子也会死掉。所以一般我们来讲的话呢，说这颗黑子呢，它有4个气。好，那如果这颗黑子呢，它去下到旁边去，比如说我下在这里，那这个棋子呢下在边边上呢，它只有3个气，因为它往外连接的线呢只有3条线，所以呢放在这里呢，这颗黑子只有3个气。然后假如说它放在最角落，我们看一下这颗黑子呢，它只有2条跟外面连接的线，这2根吸管，所以它只有2个气。那当然呢，气越多的话，棋子越不容易死掉。那如果气没有的话呢，这颗棋子就死了。比如说，我现在黑棋下在这里。但是白棋呢，我们刚刚讲过，这个黑棋下在这里的话呢，白棋抱歉，如果这个黑棋下在这里，它有4个气，然后白棋呢跑到它的旁边，挡住一边的吸管，所以这颗黑棋呢就剩下3个气。那假如说又有一颗白棋，之后又来堵住另外一边吸管，那么这颗黑棋剩下2个气。接着呢，如果又有一颗白棋呢，又挡住第3根吸管，那这颗黑棋呢剩下1个气。那这个情况呢叫做叫吃。叫吃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准备下一步就把你这颗黑棋给吃掉，这个叫吃，准备把你吃掉。
那如果黑棋还是不理呢？他假如说黑棋去下别的地方，他要不理，白棋可以下在这里，把黑棋的4个气全部堵住。那么这颗被包围在中间的棋子呢，它就死掉了。那死掉了以后呢，这颗棋子就被拿起来。那这个叫气尽提取，就是气尽就是没有气了。没有气的话，要从棋盘上把它拿起来。好，那假如说黑棋不想被吃，可是呢，我们刚刚讲过，这个围棋下在棋盘上呢，它是落地生根，所以呢，这个棋子呢，它自己本身没有办法逃走。那到底这个黑棋到底要怎么样才会活呢？虽然它自己本身没有办法逃走呢，可是它可以经由棋子的连接，比如说它在旁边呢又下一颗黑棋，那2颗黑棋连接，这样的话呢，它们就变成一个生命共同体。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来算气的话呢，变成说他们的气要算他们2颗棋子共同的气。那我们看一下这2颗棋子共同的气变成几气呢？这边1气，好，那这边2气，这边3气，这2颗棋子变成3个气。所以呢，如果棋子要逃走的话呢，它必须用连接的方式，用连接的方式，就是说它们之间呢要有这个吸管连接，有吸管连接，所以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变成这个黑棋可以逃出来，利用另外一颗黑棋来逃走。然后这2颗是生命共同体，就是他们会一起活一起死，不会说被吃掉1颗，他吃就是吃2颗。好，那么接着呢，我们要介绍说，围棋。我们讲到这个围棋呢，刚刚讲过，它是包围对方的棋子的一种游戏。可是呢，除了包围对方的棋子以外呢，其实围棋在计算胜败的关键是谁围的地比较多。地包括下到最后一方活着的棋子数量和他们所围的地。所围的地的单位是目，比如说右上角黑棋围了一块地，那上面呢有12个直线和横线的交叉点，每一个交叉点呢叫做一目，所以呢这一块黑棋所围的地呢就是1目、2目、3目、4目、5目、6目、7目、8目、9目、10目、11、12目。那这右上角这块黑棋就围到的地是12目。那我们把整盘黑棋活着的数量加上这些黑棋所围到的地，加起来，总共加起来的话呢，就是黑棋所有的地。那黑棋所有的地呢，如果比白棋所有的地还要多，那么就是黑棋赢。那反过来，如果白棋围的地比黑棋多，那当然就是白棋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。好，谢谢各位。谢谢您收看肥妈的影片，也非常欢迎您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